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4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于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情感导师陆琪陆老师，欢迎陆琪老师。来，接下来看看他们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们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我俩在一起快5年了，我感觉一直生活在他的谎言中，无论多大多小的事情他都要骗我，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他总是说我在骗他，可那些都是些善意的谎言，也都是为了我们2个好，他为什么就是不能理解呢？善意的谎言也应该有个度，每件事情都骗我，我觉得就不是善意的谎言了。我现在已经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了。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太较真儿了，生活本身就是难得糊涂，而我并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儿，为什么他就揪着这点事儿不放呢？我现在觉得结婚都是被他骗婚的，我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了。我只是想说，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我们2个更好，我真的希望他可以理解我。有请这对夫妻，有请。陈先生28岁，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有请。张女士29岁，来自黑龙江个体，有请小张，有请。欢迎2位哈，主持人好，嘉宾好。好，结婚了？多久啊？1年多吧。说今天你要来的是吧？对，我要来的。觉得一直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对，因为我感觉他就是不论什么事情都在骗我，我就感觉我特别接受不了，跟他过不下去了。就是要离婚呗，还挺严重的。说说吧。因为是朋友介绍认识的嘛。刚开始处了没有到1个月的时候，他跟同学聚会嘛，本来答应我是晚上10点多钟回来的，完了之后他10点多钟没有回来，而且还告诉我他已经回家了。我这个人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喝酒的人，就是因为我的家庭嘛，就父母就是因为喝酒就总是吵架，而且第2天我是从我朋友的朋友圈里看见的，还不是他告诉我的，我就特别生气。其实这件事情呢，其实吧，我感觉说算不上骗，因为那个时候吧，因为那些我们刚毕业，同学第一次聚会，有很多都是在外地好多年没见了。那天到10点的时候，他给我发微信的时候吧，完我就说我已经打车回家了，但是呢，同学嘛，大家聚会了，喝点酒，之后就想换一个地方再唠会儿嗑。但我也不想当一个那个扫兴的那个人啊，我就想这件事情我就不告诉他，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处了也就1个多月，我怕他来找我，那也是比较危险嘛，因为已经很晚了，我也不想让他一个女孩子。那你既然知道这么危险，那你为什么还要那么晚的回去呢？让我担心呢。后来吧，他不跟他朋友喝了，他开始跟我家人喝了啊，他开始跟我哥哥喝。他喝完酒吧，他第2天还不去上班，就上不了班了。其实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我刚见他们家长，之后呢，他的哥哥和他的家这些亲人呢吧，其实我想去更好的去了解一下。他哥哥呢又能喝酒，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见面的时候呢就留了一个微信。完有一天呢，就是我刚送完他，我也那个时候也是怕他不同意嘛，就是之后呢我就说我就答应。那你还让我哥不告诉我他们一起喝酒了，联合我哥来骗我。这就更可怕了啊！对啊，敌人已经打入到内部了。对啊，完了之后吧，有一次我们看电影嘛，下班了，他就说那先吃个饭吧，完了之后再看个电影嘛。他去取餐的时候，我看他手机顶上来了一个就是信用卡嘛，欠钱到月了嘛，他都要有那个提示，对，还款提示啊，完我就看见了，欠了4万多块钱，不到5万块钱嘛，我就很生气，因为那咱我们已经也处了得有1年多了吧，为什么你就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你欠信用卡欠钱，而且欠这么多？首先呢，这个信用卡这个事情，我跟你也解释过，
这个不是1个月啊，1个月这是累积的，就是说，因为一直还那个，有的时候钱不够了就还一些最低还额了，或者是有多少钱还多少钱，一点一点的加上他的利息，变成那么多钱了。但是呢，这个钱呢，其实我之前也没有欠那么多钱，因为之前没有对象，消费吧不经过头脑。之后呢，朋友也请，我也请。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这个是从你跟我处对象的时候就应该就是已经欠那么多钱了，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因为不是我不告诉你，那你不是在骗我吗？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刚跟你处对象的时候，我也欠一点的时候，到你家的时候我肯定要买东西啊，我也不可能买东西那个时候。那你买东西能花那么多钱？5万块钱都买东西了。去的次数多呀，那次数不多吗？那5万块钱都买东西了。那我没说的都给你家买东西，我说的是我以前也欠一部分，之后咱处对象之后，我去你家买东西，再加上咱俩出去吃饭，唱歌、看电影、出去旅游，对不对啊？一点一点的，我没有说是都给你花，也不是说都给你家花，只是说我那个时候为什么没告诉你？我感觉这不是骗。哎，对，这没告诉倒不叫骗，还没还啊？最后他妈跟我说是每个月开工资要给他妈4500块钱，他妈先把这个钱全还上，是这样的。但是他从来都没跟我说，他没说，他不是您这也太越位了吧？您那会儿还没结婚呢，您看人家的手机，那这个，那你不是还是原谅他了吗？他骗你，你不是还原谅了吗？为什么呀？那就是因为他对我好呀。啊，行，后来呢？就是有一次我上他家嘛，因为就是我俩打算要结婚嘛。完了之后去他家，他妈也不是很喜欢我。不喜欢你，不喜欢你，现在不都是媳妇儿了吗？那不也是因为他吗？他妈不喜欢你，跟他有啥关系？又怎么骗你了？就是本来我俩结婚的时候，我妈要10万块钱的彩礼。对，说没有那么多钱，只给2万块钱。他说啊，那个他家有一套房子嘛，就是要装修比较老嘛，要重新装修一下子。他说可以把房子写上我名，是他跟我承诺的啊。完了，我说我回家跟我妈商量商量吧，我妈也不是很同意，就想要那个10万块钱，寻思让我俩以后有个保障。完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人家不说了吗，要把房子写上我的名字啊，我妈才同意的。她也当着我家亲戚都说了啊。完了我俩寻思把那个结婚证先领了。结果他妈不同意把房子写上我的名字。你觉得是他骗你了是吧？对呀，他这不是骗我结婚了吗？这个确实是我做的不对啊，因为我感觉说我应该能做了这个主，所以说我就没想那么多。完了之后我当上他哥，当上他家就是说我们这帮小辈的人的时候，完我说的。之后呢，我说我家房子写他名，到后来就是我妈不同意嘛，不同意。就是说写他名，因为我家首先是单亲家庭，其实我和我妈也不怎么接触，她有一些东西她都是误会的，她感觉都是骗她。那是我误会吗？那不，咱就把这事儿说清楚嘛。啊，那房子是在谁名下呀？那个房子是在我爸名下，我爸的房子。对呀，你也做不了主，你干嘛这个承诺呀，对吧？那后来这事儿怎么解决了？后来之后就我妈的意思就是拿5万，那您这就等于骗了人家呀！您不是直接说，他就是从始至终他就是骗我，所以你那个就别扭了呗，等于。对呀，那我心里肯定就是过不去呀。这不就算结婚了吗？对呀。结婚以后怎么样？结婚之后就是我跟他妈就是关系也不是很好，他就寻思领我去外地，他在外地有朋友嘛，给他介绍了个工作，去外地了之后。他就总跟朋友一起喝酒，也还是喝酒，喝到很晚都不回家。他朋友还让他跟他去 KTV， 都不告诉我。我和我那个朋友，其实我俩就属于合作伙伴嘛，对吧？我俩属于2个部门，一个前期，一个后期。那个时候我刚去那个单位，我肯定想做出点业绩。我去找他喝酒，或者说他找我，我俩肯定是我得奔着我的工作。那你喝酒也不至于去 KTV 喝酒吧？那在饭店就可以喝，喝完了之后就可以回来呀？怎么在饭店的东西都聊不了吗？去 KTV 才能聊吗？但是人提这个意见，我第1次拒绝，第2次拒绝，我感觉第3次我应该不能拒绝。就是现在结婚之后应酬比较多，是吧？对啊。他骗你是吧？对啊。还有什么事儿骗你呢？我们不在那边就总是租房子嘛，租房子也是比较贵的。
租房子1个月2000多块钱呢。完了之后，他的领导说要买个房子吧，认识人嘛，说便宜，他回头他就跟他妈说了，他妈就说行啊，首付是40万，他妈就给拿了。这不挺好吗？他妈要写他妈的名字，那没毛病啊。那还房贷是我们还呀。哦，在这儿。其实我感觉我妈其实提议没有毛病，因为这个事情我俩也就是吵吵过很多次。因为首先呢，你要去想的呢，我妈也是个单亲，她现在她也没有房子。那你应该去跟你妈争取，应该要写上我的名字呀。你像她拿出40万，因为你说你之前的结婚的时候你就在那儿欺骗我，你现在你也不想给我一个保障吗？我感觉他就我一个儿子，到时候这个房子也是我的，我感觉现在写他的名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也感觉说也不算我家里欺骗你，拿这个钱我也不知道他有这么多钱，我只是说我想买这个房子。说到底就是还是你妈就是不是很喜欢我。你工作吗？有啊。你收入多吗？不是很多。以后这房贷你就别还了，可以吗？啊，那得我还啊。为什么你还啊？因为你们俩是夫妻啊，夫妻财产是共同财产啊，你没有权利拿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去帮任何一个第三者还房贷啊，至少得他同意啊。因为我母亲是这么说的。这件事你们母子俩是怎么合意的呀？合计的呀？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俩现在要是能拿出点就拿出点，他也每个月会给我们拿钱的，但只是说，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租这个房子将近3000块嘛，2000多，住的也是一般。完了之后呢，到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钱，就是拿个4000多块钱给他，之后他帮我们还房贷，剩下的钱不用我们来管了，就这样，不用都是我们都拿，他要拿。那咱们不也是拿大部分吗？不是，你贷款总额多少？将近是170吧。对啊，他出了40，您得还170，还不算利息。那你们应该夫妻俩算这个房屋的大头共有人啊。我的想法就是给我母亲一个保障吧。那谁给我保障呀？所以问题核心就在这儿，如果夫妻感情好，女生也不会因为一套房子就炸了毛，对吧？就是因为现在是觉得说我在跟你从结婚前到结婚后，丈夫没有把自己当成内人，对吧？对。更多的他觉得每一次都是他联手他的母亲在骗他，重大事件上，是这样吗？对啊。你不承认吗？我感觉你看啊，你妈说拿40万就拿40万，人家要了10万块钱的彩礼就给了5万，这是为什么呀？就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妈有多少钱。想过吗？我们整个观察这个事儿，就在我看来，是他对你没有信任了。其实就是2套房子署名权的变故，让这个女生对你不信任了。其他的，你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对你好吗？其他方面他对我还是很好的。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安全感呢？他这不是一直都在骗我吗？好吧，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女生不喜欢喝酒，结果嫁了一个这么喜欢喝酒的丈夫，你说是善意的谎言，但这也是谎言。这样的谎言多了，它透出的就是不善意。10万彩礼是没有钱，40万房款一下拿出来变成有钱了，这是不是变成一个谎言被戳破了呢？另外，作为丈夫，你确实是要考虑到一个问题，房本上写你的妈妈，你认为以后总是你的，那是以后的事情。但现在的问题是，妈妈出了一个小头，结果你们夫妻共同在还房贷，包括他的钱，那他算什么呢？房本上没他的名字，他在做公益啊，他不是对你没有安全感，是对这样的一些现象，这样的一些事物，他没有安全感了。另外，做丈夫的，我最后也提醒你一下，面对这样的婆媳关系、婆媳状态，你显得很重要。如果说你不分是非、不讲道理，一味地站在自己妈妈的角度，然后一味地偏袒自己的妈妈，那我告诉你，你的妻子
心会伤透，然后你的家可能也会撑不下去。这一点你要警钟长鸣，就像现在一样，可以哄两方，但是你的立场是要站在讲道理的，你的态度是要让妻子看到你没有偏袒自己的妈妈，但是他也不能因为不偏袒就可以和自己妈妈去吵架，这不行，因为他是长辈，你能理解吗？能理解。好，这理解就好，谢谢。谢谢包兄。来，曲总，谎言啊，的确并不能完全等于欺骗。谎言是有善意的，但欺骗一定是恶意。但是你记住，谎言一定是欺骗的一种载体。当你习惯于用谎言去对待一件事情的时候，它慢慢的就会变成了欺骗，而你不自知。其实你在用谎言作为一个什么手段呢？掩盖事实真相，逃避这个问题的一种手段。掩盖什么真相呢？掩盖你的母亲就看不上这个真相，但是你希望能够遮掩过去，对吧？包括你身上的一些坏毛病，你改不了，所以呢，你是用所谓的善意的谎言也去掩盖过去，这是你最大的问题。久而久之，你们夫妻之间就没有信任的基础，这个对爱情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女生，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谎话成骗呢？也是因为因为我的纵容吧，因为你相信了谎言，因为他从中尝到了甜头。他知道对付你的手段只要哄哄你就可以了，只要编一个谎言不伤害你就可以了，就过去了。事实上，你知道这个问题存在，但是宁可相信他的谎言。就好像你在说其实他是爱我的，只不过就是母亲和我之间他会选择母亲，其他对我都很好哦。但只有到问题的关键的时候，这样的矛盾才能凸显出来，你又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慢慢你会觉得他是在欺骗你，因为你已经分不清楚他哪个是真话，哪个是假话。到那会儿你们的爱情还会存在吗？不可能了。坦诚沟通，不要说任何的谎言，不要以为谎言善意就可以为之，好不好？就这样。谢谢曲总。山大老师，大部分人要在房本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是以防婚姻出问题。你害怕什么呢？我们放下说谁还房贷谁出首付这些不说，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在房本上有没有你的名字这件事儿？你是不相信你们这段感情，还是不相信他？还是你觉得房比情重要？因为我觉得他因为之前彩礼这个事情他就在骗我，所以我感觉我房子必须应该。所以你一直口口声声说我跟他在一起因为他对我好呀。姑娘，我就想问你，什么叫对你好？你不觉得你所谓的对你的好，在这个舞台上一件事情都没有说出来，只有这几个字儿，对我好呀。你明明就是非常没有安全感，你压根儿就不相信他对你的爱，不相信你们两个人的情。如果你自己骗自己的话，那我们也没办法。但我希望你清醒过来，到底对你好不好？到底是谁离不开谁？谢谢。谢谢山大老师。来，刘琦老师，和钱有关的事情，他是偏袒向你呢，还是偏袒他妈的？偏袒他妈。所以偏袒你这边都跟钱没关是吗？是。所以偏袒你这边是不是用嘴说说就可以了？是。所以你看你只懂什么叫骗，不知道什么叫哄，一直在哄着你呢。说白了说的再直接一点，就是钱给了妈，人给了你。单亲嘛，他最后脱口而出那句话很真实，要给我妈一个保障。这句话全场没有比这句话更真实了，特别真实。这是他的心里话。至于他妈的立场和他妈的角度更容易。我跟你学一下，很简单。我跟你说，我们这种案例见过不知道多少。你看你找的这个老婆长得挺好看的，说不定哪天就跟你离婚了，可不得防着她一点吗？所以房本上是绝不可能写你名字的。但是最后那件事情就过分了。最后那件事情，赵川老师一下子给你点出来了。
小家庭，你们这个核心家庭未来接近200万的婚内家庭资产转移到了你妈那儿，那笔钱本来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贷款是120，再加上利息嘛，小200嘛，你们还贷嘛，但是所有权是他妈的嘛。如果你没有明确从你账户到银行还贷的记录，你比如说你把钱交给他还贷，都不属于你还贷，你都没有参与还贷，和你无关。不想以最大的恶意来猜测啊，我在想这可能也只是一种防备心。但是我请你注意，这一套房子买进来之后，你们的未来就是你们赚进的每一笔钱，你们都得想一想，明年是谁的，后年是谁的，10年以后这个钱又是谁的。信任基础荡然无存，为谁奋斗，为谁忙呢？放下你的防备心，为对妈好是可以的，给妈保障也是可以的。讨论将来要怎么去赡养自己的母亲，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其他的就不要再多想了。姑娘，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今天你站在这里，就好好想想这件事。这件事的最后那个房子是真可怕。就这样，谢谢。谢谢陆琪老师。前面的事儿都可以一笔带过，对啊，不重要。其实就是2个最考验人性的2件事情上面，先生都做得不到位。就第一件事情叫不厚道，承诺了不给10万到5万，姑娘不也嫁了吗？也没说什么吗？第2件事情就是过分，我不给他定性啊，就过分，这事儿不对，马上得修正，就可以是你母亲的名字，那你们就别再还贷了。你可以孝敬他，比如说夫妻俩商量说，每个月我给妈妈1500块钱、2000块钱或者多少钱，在我们经济能力的范围之内，我要赡养她吗？对吧？我妈妈收入低嘛，夫妻俩如果商量了这个给她，那贷款部分真的跟你们没关系，除非写了你们俩的名字，它变成一个共同体了，我这还贷我是合理的，对吧？我觉得最后一件事情就反映出来了，为什么你的妻子会担心，她的担心点在这儿。夫妻过日子别算计，算计来到头都是一场空。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你感觉说我一直骗你吧，其实真的就是说，就像嘉宾一样说了，这个善意的谎言也算是谎言啊。就是说从小事到大事，从我嘴里的信口开河了，答应你很多的事情没办到，现在导致了，就是说你现在对我这种判断。但是我希望你再去好好想一想，就这个事情咱还可以有别的解决的办法，对吧？我回去可以跟我妈商量一下，或者是咱们自己努力，对吧？我就是说尊重你的想法，看你是怎么想。我真的都不知道以什么理由再去接受你。我最后问一下，如果妈妈不同意写共同的名字，房屋共有，你还还房贷吗？不还，我不买了。这事儿你认可吗？我认可呀。行，谢谢2位，请回吧。啊，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
和我老公已经结婚22年了，因为中间发生了一些变故，他现在变得越来越没有上进心了，就连一份正经的工作都不找，我真的受不了了。你每次都在淡化这个变故，我因为工伤成了残疾人，我自己内心也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儿，你就不能理解我吗？我觉得不论怎么样，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作为男人，你就应该有男人的责任和担当。你现在就是在逃避现实。你总想让我出去找工作，我也不是没有找，很多地方不要我，我有什么办法？你就不能多给我一点时间吗？我现在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冷静地想一想。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需要想什么呢？咱们就不能好好的吗？有请这对夫妻，有请。张先生48岁，来自辽宁待业，有请张先生，有请。李女士45岁，来自辽宁销售，有请李女士，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天是您要来的对吧？对。据说来的目的特别简单，听起来不像一个爱的目的，特别像应该去求职节目，说希望老公找一份工作。啊，为什么会有这么怪的一个诉求呢？以前我们夫妻感情挺好的，就他也有一份工作，我也有一份工作，薪资待遇都挺好的。但是因为家庭出现了一点变故，我就觉得我老公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哦，出现了什么变故啊？在2000年的时候，他在一个私企的化工厂嘛，来了一批机器，他去那个试机器，他进里边去看了。来一个小童工，他也不懂啊，就是违规操作。当时摁动那个机器，就把他的脚绞掉了一个。哦，那是哪年的事儿？2000年。然后就开始消沉了，是吧？对，当时就是抢救了嘛，因为他流血过多嘛，终于把他命给保住了。啊。当时化工厂的话，那个他也是一个私企嘛，就是小厂子，也没有给赔偿多少钱，后期都不够他治病的。之前有点积蓄也都给他花了。挺不容易的，等于2000年到现在是20年嘛，对吧？我看资料说你们结婚是22年，对是吧？对对。等于结婚2年之后，丈夫就残疾了。对对对。后来怎么过的呢？后来就是他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嘛，时间恢复的差不多了，就回家里了。但是他从来不出屋，也不和朋友交谈，也不见任何人。就是特别自闭，说实话，我也很理解他的心情，因为当时我的心情也是这样的，因为我丈夫好好的哈，突然残疾了，说实话，我心里也非常的接受不了。但是没有办法，生活还得继续呀。在那之前得有2-3年的时间吧，才慢慢走出来。当时，他走出来之后啊，你想要那个让他找个工作，因为他已经是完全康复了。有假肢了，他能行走了嘛？我也想让他找一份工作，但是呢，我老公怎么说他都听不进去，他也不找。那时候我做销售嘛，我就想我得带动他干点什么呀，让他完全是从那个封闭的地方走出来哈。我就辞职了。辞职之后，我们夫妻2个开了一个小的那个烧烤店，挺好啊。买卖怎么样？买卖还可以，就这么一路开过来了。没有，就是开完烧烤店的话，小生意挺好的，小日子也有奔头了。但是后期又有不好的事儿来了，就是他有一段时间是经常出去喝酒。有些朋友嘛，有些交际嘛，我这也是为了这个店的生意能够更好一些。有很多朋友来能捧场。就是买卖稍微好一点，开始嘚瑟，开始喝酒，是这意思吧？对，有点飘了。飘了之后呢？不但喝酒啊，后期还出去打麻将，都很晚回来。因为有时候半夜回来，我和孩子都睡着了嘛，他回来就咣咣敲门。孩子睡着，我也睡着，还有左邻右舍啊，都给人吵醒了。他们经常来找我，我第2天忙了一天，我晚上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去。后
后期因为他经常出去嘛，就我一个人打理啊。打理的话，因为烧烤店的那个工作比较繁琐嘛，天天串小串什么的，就我一个人干。后期我自己也是实在是精力有限，没有办法了，最后关门了。您不是喝酒为了这店的买卖好，怎么喝酒把店给喝黄了呀？我以为能带来效益呢，结果经营不下去了。那个烧烤店哪年关的呀？13年的时候开的，13年开的。15年的时候就是关了。那从15年到现在一共有5年，他就再没工作过吗？没有工作，天天打麻将。完之后我又找了一份工作，家里边因为他残疾了也不能挣钱，我女儿还一点点长大了，我得挣钱养家呀。但是变故2016年又来了。由于他就是以前经常喝酒抽烟，导致他身体就是有一天突然出现不适，我带他去医院了。医生诊断是急性的胰腺炎，必须马上住院做手术。他的存活率仅为1/1000啊！我当时说实话已经吓傻了，因为家里也没有多少钱，四处给他筹钱，亲戚朋友借，终于把这个手术费钱给他筹到了。但是筹到了之后，还得等着医生啊，我们那是小地方。得等着大城市的医生来给他做手术。等了是5天左右吧，那医生来了，终于就是给他做手术，把他救活了，从他身体里拿出3斤多的东西。他命挺大的。胰腺炎是不能喝酒了就？现在还对，喝吗？他就是喝酒喝的，不喝了。不敢喝了。酒不喝了。那就是打麻将是吧？打麻将的话，后期他打不了了，做不了。那他现在干嘛呢？待着，玩手机。玩手机。闺女呢？我女儿上学。现在还在读书吗？今年毕业了。毕业了。去哪儿工作呀？孩子的话，主要是想去大城市闯荡闯荡。但是我老公的话，他就是不同意。他总想把孩子留在身边。我合计他把我拴住就算快一辈子了，我不想让他拴住女儿。闺女不能出去工作呀，守身边呀。我觉得一个女孩不想让她在外面受委屈，让她在我们的身边工作，我们看着比较放心。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的身体现在不太好，如果出现什么状况，女儿也能帮上一把手。现在不是有各种方式让自己就业吗？开个摊儿什么的都行，干嘛不干了？我是个残疾人，我怕干什么再把我累坏了，然后再去住院，还要花很多钱。本身这个家庭生活就不富裕，都挺困难的了。就累他一个呗。我也找过工作，因为由于我是个残疾人，有很多单位都不愿意用我。我也尝试过。他就是自骄，知道吧？虽然他有病，但是已经治好了，他力所能及的能干吧。其实我不让他说你找能挣多少多的钱。你哪怕一天挣10块20块的，是不是够咱家买菜的了？我就是肩上担子能轻一些。就我现在来自于家庭的压力、经济的压力，我觉得我太累了，我有点要崩溃了。我问一句啊，就这么22年结婚对吧？刚新婚那2年算过了2年好日子，对，很幸福夫妻俩。其实后来这么听下来，2000年出工伤对吧？出完工伤之后，养完工伤开始开店。对，开了店，刚盼来点好日子，开始喝酒打麻将，对吧？又有事。这个店败了之后，人又一场大病。对，这个病好了之后，又碰到姑娘要毕业，姑娘要走，爹又想把姑娘很自私的留在身边，就这辈子你会觉得没个头了吧？对，我觉得没头了，因为我女儿很乖巧，如果她要想留住孩子，肯定孩子不会走，是吧？我就问一句啊，就这么多年，你有想过离开她吗？跟她离婚？说实话，那个时候想过，就在她腿出事儿和做完手术的时候，我合计她好了的话，我就和她离婚，因为我们也经常吵架因为她就是有病之后嘛，性格就大变了，就斤斤计较，还脾气暴躁。爱生气，就是你这儿没等说什么，他就马上脾气爆发了。刚才您用了一个词叫自骄，是吧？对，自骄。就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总是觉得自己是身有残疾的，所以需要别人照顾。对对对，很累，对不对？对，我很累。其实我也是女人，我也想有个男人照顾我，但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累着。我也想休息休息，所以我想让他帮我分担点，想让他找一份工作。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挺难的，四位老师，这是要治心病啊。这是要把心理上的这个残缺或者残疾给它去掉啊，挺难的。四位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伯鸿庸，说实话，此刻心情很沉重的。大哥，你穿着假肢这么站着，能承受得住吗？没问题，没问题吧？没问题。你看，面对残疾的丈夫，妻子不离不弃，这是爱情；面对病重的丈夫，倾家荡产救丈夫，这是亲情。在我眼里，你的妻子，她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妻子，这一点你认同吗？认同。面对家里这样的一种状况，作为一个男人，我们虽然失去了一条腿，我们不能认为心安理得。我非常认同赵传老师刚才提出的心病。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很担心大哥你的心发生病变，然后心残疾。心一旦残疾以后，你看任何的事情它都是扭曲的。这时候家就不像个家。你看你穿上假肢，就像正常人一样的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残障人士，人家可能残障的程度比你严重的多，甚至是高位截瘫，但是他们还是努力的用自己的勤劳在养活自己，也证明自己。你刚才说我怕找了工作以后万一我又受伤害呢，这就是心病啊。如果说你能从自己的这样的心结当中走出来，考虑一下妻子和可爱的女儿，我想你不可能无动于衷啊。关键是你能不能走出来。我们希望你真的心不要残疾。大哥好吗？好，谢谢伯鸿兄。曲总，大哥，你希望我们同情您吗？你骨子里希望，因为我是残疾人，我不能劳动，你们都要照顾我。错了，我恰恰可能说的是您最不想听的。您太自私了，您利用了这个残疾的这件事情，让自己的自私合理化。我就是一个弱者，我只能靠你，你不要让我劳动，否则我会累，累坏了还是你。你用这个你理解，这就是所谓你爱，这就是老婆女儿应该对我的爱。你们无底线的要爱我，你用爱绑架了自己的妻子，现在还要绑架自己的女儿，你太自私了。你这种爱是极其利己的，你知道吗？是害人的，同时也让你害了你自己呀。你让自己本来是可以劳动的，本来是可以站起来的。坦白的说，您走出来，我压根儿没看出您哪儿有残疾，但是你偏偏就给自己贴了这么一个标签儿，然后呢，就让这个标签之下，你就可以贪图享受了，喝酒、打麻将、不工作，而且还乱发脾气，丝毫不像一个男人。而大姐，之所以这样，她能够这样，都是您惯的呀。您太善良了，善良的没有一点锋芒，所以您的善待一定会被她伤害的，这就是事实啊。现在女儿也是这样啊，女儿也是完全随了您呢，因为这个老爸就不能自己开始自己的事业了，你们都太软弱了。您不是说弃他于不顾，而是让他真正能够站起来。他站起来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双脚，明白吗？明白。他是可以站着的，像一个男人一样。对。只有您表现得太过于强大了，您的太善良了，无底线的付出会导致这个懦弱自私的男人更加的理直气壮在那躺着。对。所以，让他真正的从心里站起来，唯一方式就对他狠一点，要不就离开他，让他孤独终老，要不就反击。想过。对，让他痛改前非，好不好？好。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山大老师，发生事故至今20年了吧？20年，您每天是不是一直都在抱怨？对。抱怨命运不公。对，对我不公。抱怨为什么我摊上了这样的事儿。对。好，
就算命运对您公平，咱没摊上这样的事儿。你觉得你不是这样的性格吗？我觉得我如果有个好的身体的话，我可以出去工作，也不像他说的。开烤串店的时候，你身体好吗？那阵儿主要是我。你出去跟朋友喝酒的时候，你身体好吗？按照您说的，我身体不好，我没有那个力气去工作，那我觉得身体这么不好的人更不应该喝酒啊。所以一切都是你在给自己找借口啊。你承认吧，你就是懒而已，习惯了依赖。我们都会同情弱者，但作为弱者本身，他们内心是不希望让别人来同情我而度日的。我一定要证明一件事，就是身残志坚。但您恰恰就要向周围所有的人证明，我身残志也残。我觉得如果您从现在此时此刻站起来，一点都不晚。因为女儿刚刚又开始自己的人生，你应该给女儿树一个很好的榜样，让她知道未来我应该去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而不是让女儿每天在心里面默念，我一定不要找一个像我爸这样的男人。但是你知道吗？女儿往往嫁的就是像父亲那样的男人。我不是吓唬你，所以我希望先生，您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抱怨命运不公了。你看一看眼前你拥有的、得到的，你要学会感恩和感谢。这样的话，我相信命运对你一定会公平的。谢谢。谢谢莎娜老师，陆琪老师。我个人认为，对残疾人最大的尊重是把他们当成正常人看待。没错，这是最大的平等。我不觉得有什么特殊的。那么可能有一些人会说我都残疾了，你还不对我特殊对待，那你不抛弃我了吗？我通过3个故事来告诉你，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抛弃你。首先第一个故事，我公司开了一个民宿在西湖边，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们要不去找一些残疾人来当我们的店员。然后呢，我就去找残联。残联跟我说，那我介绍你去一个街道的残疾人的学校，你去问一下吧，看他们那边有没有。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那个残疾人学校那个校长说陆老师，你来晚了。说我们每一年的学生都是超额被订出去的，各个宾馆酒店到处抢，有多少万人要多少。我们国家是有规定制度的，对于所有企业都有一个制度，叫残保金。大概每年全公司总额的工资的2%左右，你要上交国家叫残疾人保障金，这是每个老板出的。你什么情况下你可以不出这笔钱？你公司有残疾人员工的时候，你可以不出这笔钱。国家以这样的方式，一个是为残疾人募集了大量的资金来开办学校，来做民政用途；另一方面鼓励企业大量的招收残疾人。这说明什么？说明国家没有放弃。第二个故事，今年5月份的助残日，我去帮残疾人做了一场直播。我大概连线连了有7、8个残疾人吧，所有的残疾人全部都在网上卖东西，包括有高位截瘫的，那个高位截瘫那个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就是高位截瘫，他没有假肢，他用不了假肢，就是高位截瘫，就坐在那边创业。做什么？牛肉酱。他做那炒牛肉酱，你知道吗？开直播卖牛肉酱，我就帮他卖这个，当天卖出了很多。当时我看到他是那一刻，我心里面的感叹是什么？时代没有抛弃你们，因为在这个时代，所有的残疾人只要够勤奋够勤劳，就一定能找到自己的路子。第3个故事，我妈有2级残疾症。我妈是什么残疾？眼睛，从小视神经短缺，2000度的镜片矫正到0.1，他这一生就是看所有东西模模糊糊，2000度镜片只能矫正到0.1模模糊糊的。我妈这一辈子从一个农村的赤脚医生，自己自学自考会计证，到自己创业，到自己在大城市里买房，现在和我爸定居在杭州。她是我们整个家庭的推动者。
我从来不把我妈当残疾人，她也从来不把自己当残疾人。但你要较劲的话，我也可以说我被残疾人培养出来的。她自己也没有放弃自己，而且我告诉你，60岁的时候，她眼睛做了个手术，现在可以摘掉眼睛。她等到了科技帮助她看清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放弃你了，世界没有放弃。国家没有放弃你，时代没有放弃你，是你自己放弃了自己。你有恃无恐，你被宠坏了。就这样，谢谢。谢谢陆琪老师。醒了吗？其实曾经站起来过。对，是。这腿的残障没有影响他的生活。开烧烤店那2年不是也站起来了吗？所以不是你的腿影响了你的生活，让你没法就业，是你自己的懒和贪。喝酒啊，贪玩啊。你妻子用了一个最老百姓的话说得特别好，飘了。他的故事你把它还原是这么一个故事嘛？残疾的工人通过了2、3年的恢复，开始从心里站起来了，于是跟老婆开了一家店，店的前景挺好的，做了几天小老板飘了，又喝酒又打麻将，身体喝坏了，店也喝倒了。你人生失败是在那儿，跟你那个腿伤不伤没有大关系，因为腿伤早就治好了。你真的残疾的那一天，就是你店倒的那一天，是你挥霍了人生。现在像他这个岁数重新择业的人多了去了，他比别人什么都不少啊。少什么呀？少一颗心呐。串串您不能穿啊，不是就自己教的，就您给惯的，知道吗？从今往后不再惯他。您是做了22年家里的男人，您能做1天吗？您能做后22年家里的男人吗？行吗？好好想想啊。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们毕竟生活了20多年，我们也是老夫老妻了，你不希望我以后找一份工作吗？以后我努力去找，请你给我多一点时间，让我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我相信我们以后会一起好好的。看你的表现吧。行，我会努力的。只要你多给我一点时间，你再看看我的表现，然后你再做出决定。我会尊重你的决定。只要你有改变的话，我就会考虑。哎呀，那个眼泪啊，委屈啊，冤枉啊，夺眶而出，真是欺负人。咱这样吧，同意姑娘出去，作为父亲跟姑娘说，闯你的人生，您就出来，好不好？不同意你也别出来，好吧？啊，那句话包藏祸心呐。找一个我合适的工作，他想干什么工作都合适，他不想干什么工作都不合适啊。好好想想啊，好好想想。谢谢2位，请回啊。哎，我们来看看这位先生和妻子作何转变，请开门。
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放弃工作，在家生孩子带孩子，还总被说好吃懒做，被各种嫌弃。现在呢，想找工作，可是孩子还在上幼儿园，没人帮忙接送孩子，真的好难。我该怎么做？”我想告诉你的是，全职太太是这个世界上最辛苦、最高薪的职业，所以呢，你无需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你现在在做着全世界危险系数、难度系数最高的一种工作，但是全职太太也要有一种能力，就是随时走出去工作的能力。最后就是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